你现在去拜神明去祈雨，我认为恐怕不会有任何效果。而且呢，说真的，现在很多信众会觉得他是来蹭人家妈祖的这个光环。好，欢迎各位网友收看这一期的庆哥评论。台湾这几日一直是干旱无雨，蔡英文当局第一时间想到的呢是去妈祖庙。这个求神拜雨，而不是去想怎么解决这个干旱的问题。王文庆老师，他这个做法是凸显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呀？哎呀，其实说实在，蔡英文这个，我觉得他诚心不够，只能这样讲。因为说实在话，这个妈祖这个事情，其实每一年台湾都有一个叫做妈祖绕境的活动。让蔡英文这一次就是逮到机会了，他觉得说，哎呀，其实我现在治理不力啦，那我就只好去问苍生，不问去问问这个鬼神啦，怎么办呢？这个缺雨的问题。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他老实说，他现在去拜这些庙，我感觉他真的是诚意不够。因为说实在，他在选举的时候，他几乎每个庙跟每个教堂都去拜。那请问一下，对于神明来说，他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很诚意？我觉得人家神明也会在怀疑他。再加上他本身治理又无能，又没有能力，在治水方面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建树，所以我就认为最后结果恐怕就是一场空。据我了解这应该不是蔡英文第一次前去求神拜雨了。之前吧，就是日月潭干枯的那会儿，就是有网友也是给他做一个类似表情包这么一个东西吧。大家肯定看过《西游记》，里面有一出就是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身。完了之后，台湾还干旱，该干旱还干旱，一滴雨都没下。您说王云秀，我就问一下王云秀老师，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呀？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可以凸显蔡英文拜神都拜的不诚意。你要想想看他不仅是他拜神不拜的不诚意，我还记得他的一个底下部下叫苏贞昌。不也是曾经在很多的媒体上故意骗神明说，我如果这一次没选上，我就是退出政坛，结果还不是在政坛上面。所以说实在话，你骗神明骗多了，你现在去拜神明去祈雨，我认为恐怕不会有任何效果。而且呢，说真的，现在很多信众会觉得他是来蹭人家妈祖的这个光环，而不是觉得他是来真的很诚意，为了老百姓来请益。所以说我的个人看法是说，他怎么样拜，我觉得都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本身的执政能力，再加上他拜神也拜得不够诚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说是这也是个悲剧了，就是他的行为，我觉得很难去作为一个这个将来会恐怕很难取到这个去祈福到下雨的情况。对，咱们说点现实了吧，然后。干旱嘛，那个据我了解的话，可以用这个什么干冰什么人工增雨炮弹然后来助降雨。那我问一下王玉清老师，这些技术手段或者说这些科学技术手段对台湾这些干旱不起作用吗？其实他们已经试了，但问题现在来了，这个下雨的云不过来，台风说好了台风要过来，台风也不过来，然后说好了这个暴风雨风暴也没有来，几乎就是说你想要雨的云全部都没有来。我跟你讲，再怎么高的技术也很难逃过这个上天天气的安排。说真的，他当时你所讲的干冰的技术，其实要首先有个条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云，或四周有足够的云能够吸引过来，才能制造所谓的大雨情况嘛。问题是蔡当局这个做这些东西，他每次做一次四周云就不来，每次我们看气象说，这个锋面可能要来了，可能会下大雨，但又不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蔡英文当局恐怕，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还真不仅是他执政无能，我觉得他可能拜庙的时候真的不够诚意。我建议他呢，是不是应该去问一下台湾的一些民俗的一些老师，看看怎么样去拜神会比较好。因为而且再说，我觉得他不要到处每一个什么佛堂什么庙宇或是教堂就去拜。我建议他还是诚意一点，要去拜拜，还是真的要对神明要诚意一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还会达到他所要的目的吧。王老师，你听这话是这个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
也欢迎各位网友在我们屏幕下方打出你想要或者是喜欢问的问题，有机会让我们的王庆老师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关注庆哥评论，获取更多讯息，点赞、转发、关注。好，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庆哥评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